来吧，咱们来玩这一款 NA 新出的幻影了。盒子的外包装依旧很小的一个尺寸，而且有一个小窗户能看到里面的内容物。外包装这个峰会上边的画作呢，也是仿着G1老玩具的那个峰会样式来的。侧面这里玩具的实物展示，这个造型摆的有点怪啊，这个脑袋歪的。背后这里是车型的一个美照啊，然后一份说明书，也是这种线稿图式的啊。玩具的配件这回只有2个，一个小枪，还有一个小导弹，肩炮的那个导弹，为了配合玩具的一个造型。不过有一点奇怪的是，这一回幻影竟然并没有带 NA 祖传的那个替换手型啊。对比一下设定图，其实对于一个小比例的小车来说，这个幻影做的也可以了，整体的70%-80%都能还原得到。而且其实这个幻影在原先 G1 这个设定图的机构上也增加了一些的美型，其实它和 G1 的玩具幻影上边也增加了一些像玩具那样的细节，比如后边这个引擎的一些刻画，动画片里边这个地方好像是省略掉了吧，看设定图是没有的。而且身上的这些条纹啦，还有一些印刷的刻画，包括这里的一个小进气孔的银色。这一回 NA 这个前边的这一块风翼啊，它会做成一个合金件，所以颜色上面就有了出入。其实跟这个银色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不过我觉得做合金件就好，合金件起码掰起来放心嘛。本身这个地方是一个穿轴的关节，尤其这么小的零件会容易出危险。很多人我知道你们想吐槽的一点就是这个驾驶室里的这个导弹头怎么把这个东西藏这儿了？其实 NA 就是为了个一体变形的肩炮啊，如果你不想要，你撅了不就完了吗？哎，这个在车型的时候还不好撅啊。好，拔下来。看到这个配件还没明白吗？这替换导弹头啊，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插拔的。所以拔下来以后呢，这个驾驶室啊就腾出空间来了。当然你也没有这么点的小人能塞进去嘛，不过就是会露着一点黑色的边缘，这里插的这个肩炮头啊，下方这里呢，其实我也看有人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是镂空的，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变形的机构了，就导致了这一块下方必须得通透过去，因为胸这块是要翻转的。它倒是在下方这里做了一个板子来挡一下，但是没完全挡住啊。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一个变形的环节吧。这一回 NA 的这个小幻影做的这个变形设计，我觉得起码是要比第三方出的这些幻影大比例的都强的。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车拿起来，把后边这里的2个脚尖儿，然后把2个大的后轮往下折一个90度。哎，其实你要这么翻的话，4个轮子都折成这个样子，也挺带感的嘛。回到未来，扣回去啊。好，这2个零件先摆好这个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我们接着来变形。左右这里有2个小的卡扣，在这个位置。把这里拆开，接着往松拉一点点，后边的定风尾翼中间这地方3个卡扣，把它拆开，拆松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这样的 Z 字折叠，把这一节想象成2个轴，中间的这一块小腿的部分是独立出来的，我们要跟这么去折叠。拉上来，也就是说大腿和小腿外侧的这片甲是连着一起动的。接着变到这一步，我们把这个引擎带定风翼的地方旋转180，左右旋转完，上下再旋转180，然后往里收，藏起来，藏到小腿肚子后方，脚尖折过来，旋转90度，放平，大轮子再贴回去，小腿肚子里边就填满了。接着这个小的膝盖折横一个90度，这里不要遗忘啊，一条腿其实现在就变完了。另外的一条腿我们从换一个方向来看吧。从这个地方来看啊，这里的3个轴以中间的这个轴为原点，从这里搓一下，它这里其实是一个杠杆，
杠杆跟这么搓一下，搓下来的时候注意在这里有一个扣子，这个扣子钉到这个腿板的卡槽里去，公卡母卡咬死，结合上。轮子其实现在填进来，现在小腿上面还有这么点儿的一个空的地方，我们把这一块定风翼加后边的这个引擎双折叠，然后180度根据这两段的轴卷起来，藏到小腿里边。小腿填得满满当当，利用的空间非常的高，而且可以说很好的利用了空间来藏这些零件。只不过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定风翼太大了，这一块并没有完全的隐藏起来。不过能想着把这个东西收纳到这儿也不错吧，毕竟是个小玩具了。接着脚尖挪好，膝盖放平。得，这两条腿现在就变完了。接着我们来看上半身，上半身这里先从车头这儿看，这两个前轮往下折叠的时候，记得先把根部这里这个白色的零件往上翘一个90度，然后再往下翻。这个边缘这里是8棱轴的卡点，也就是说你的轮子折成横着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拖进去。哎，现在变得有点像个摩托车了，是不是？好，把这一块卷起来，然后把这两个合金的前边的这块小零件往下翻一个90度，但是别翻正了啊，稍微的错开一点点，稍微张开一点，一会儿好进。然后是一个比较难拆的地方，你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往出解放这个胳膊啊，注意一下，这一块白色的零件我们拿食指跟这么顶一下，往前顶，你才好把这个地方拆开。因为蓝色零件下方这里有一个定位的卡扣，这卡扣稍微有点长，第一次拆的时候容易忽略掉啊，就容易把玩具弄损了。稍微别一下，把它别过来，把这个关节延展平。接着这个白色的零件直接捅进去，捅到后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起的方块白色啊，它只是为了往这儿卡的，卡在这个前挡风的边缘这里定位。然后我们把轮子连同这里一起卡进去，把这里的卡扣插合，胸直接翻下来，腰部这里锁死。然后我们翻到车后边来，把这一块左右打开，左右打开之后，把这个黑色的零件往出翻个180度，立起来，再往上折，这是它的肩炮。然后先别回，把腰扭个180度扭过去，再把另外的一片贴到这儿顶住它。不过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卡扣啊。然后胯部这里的双关节往上提一下，提到正确的角度上。胳膊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幻影没有做替换手的原因了，因为这里是一个穿轴的地方，所以它无法替换了。还有一个小细节，袖子口这里白色的零件，把这贴上来啊，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斜着的片儿，往上一折叠，变成了一个方方的小臂。肩膀立下来，贴合。最后呢，这两个导弹头2选1，你喜欢插哪个插哪个吧。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带刺的，插在这儿。好了 ，NA 的幻影变形完毕，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我们对照一下设定图，看一看还原度。首先就是这个身材比例的方面，这一回 NA 的幻影不会像设定图里边的这个样子啊，它并没有绝对的去还原这个设定图的概念。设定图会感觉幻影整个的身形很修长，而 NA 的这个呢，做的有点像 Q 版的味道了吧。但你要说对比之前 NA 家出的这些小车来看的话，倒是属于同一种美术风格。腰部这里的合金件放在腰部这里倒是挺有质感的。腿部的造型，腿部吧就感觉这两块外边的小腿板这里显得有一点宽。脚是合金件，不过脚的这个造型刻画是和设定图很像的。然后是不一样的地方啊，
其实设定图里边幻影的这个轮子在外边，而 NA 呢旋转到了里边去。后背这里，它把后边座舱后边的这一块整个给你分出来一部分，变成了收纳导弹的地方。做工用料 NA 加的素质一直很高，而且在变形的结构方面 NA 也是每次能带给你那种不一样的变形理念的体验，很有趣，很有意思，非常不错的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太小了，所以呢一些美型度达不到还原86大电影也好，设定图也好，它达不到完美的还原，但这个样子嘛基本上做的还是挺帅的。我说实话，这个脸做的还可以了，并不丑，而且眼睛这里有上那种珠光漆的涂装，整体的造型刻画也能看出来是幻影的那个样子。但是还有人挑刺，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样了？不还原，还原你玩 MP 呀？你看看它这个头雕才多大，我给你放个指甲盖，你看看这个，你拿自己的指甲盖比一比，你就这几毫米的之间，你非要求一个美型度能达到你的要求，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不能说不讲理，一个 MP 身高的头差不多得有这么大吧？你非要拿这个说那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好，那没办法呗。我还是那句话，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因素，它是小比例，它还是一个跟官方传奇级差不多高的一个小比例，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你跟柱子放一块是最明显的对比，大家就能感觉得到这个幻影的具体尺寸有多大，真的很小啊。它其实和之前 NA 出的其他的小车的身高是一边高的。爵士应该是 NA 在小车方面设计最精彩的一个。其实说实话 ，NA 家出了这么多的小车啊，我觉得最好的当时就是那个爵士，那爵士设计真的很妙，很取巧，因为没见过那么去变的爵士，玩起来有新鲜感。而这款幻影呢，真正的利用到了每一个空间，每一个零件，所以我觉得这款幻影其实比 NA 自家的爵士设计的更出彩吧。可能也是技术进步吧，之前的那个爵士毕竟是早年间的产物了，这款幻影毕竟是现在新出的，所以呢有进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这个身材就让我想起来啥，人形这个身材像不像围城？但是呢他还和官方围城的那种16:9不太一样，官方的那个围城系列它是压扁了的丑化，这一款呢，它压扁是压扁了，它并没有丑，它只是变宽了，没有压扁的感觉。翻回来看一看这个的幻影的美型感觉啊，就有点像铁工厂的声波。小腿板主要是这一块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吧，如果说把这两个腿板往住一挡，这个身材是不是就好很多？看着顺眼了很多，是吧？所以呢，这块板子我觉得就是厚度的问题，太厚了，哪怕有这一半的厚度也好看。但翻回来还是说嘛，毕竟是个小比例啊，这么小的零件，它第一个要考虑穿轴的这个板件的厚度，还要考虑这个板件插扣插上去以后的坚固度，再加上它的一个板件长度的一个韧性啦、刚性啦这些东西啊，不易损坏的这些问题，反正考虑的因素挺多的吧。这就是我翻回来为什么说光头耍流氓了，他家的尼龙料可以支撑他做的极限的薄，所以其实啊，咱们说句实话，小比例这两家争了半天，争来争去，无非是想争谁是大哥，谁最好，有意义吗？你喜欢哪个就好，你的心里喜欢的不一定是人家喜欢的，别人看中的哪个点呢，又不是你心里边想要的那个点。如果你喜欢巧妙的变形、空间的利用感，或者说是精彩的这种设计，选 NA 没毛病，他家的变形很好玩。如果你就是说我就是想玩一个掌上的 MP， 我要一个更还原的，我要跟着设定图对比，跟着动画片里边抠，我看着它好看的，那你选魔方，因为魔方耍流氓，料子可以做到更薄，所以这些厚度的问题它可以很好的解决，再加上魔方的料子你再分件它不断，所以巫师设计那些东西也很大胆，争什么争，咱一起做撒尿牛丸呗。其实你看看撕来撕去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几个带节奏的，
好好玩具不好吗？天天在那弄得跟个饭圈似的，有意思吗？你想买哪个买哪个，你管人家那么宽呢？人家两家一起买的，一起玩的有的是，还有的人家两家都不买，都等 KO 你家的，都等着 MFT 啊，什么时候 K 魔方，什么时候 KNA， 金宝 MFT 啥时候努力？人家看笑话的人有的是，这些人闲的都是。你翻回来看看那些跳出3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你看人铁工厂，哎，我不跟你们折腾，跟你们折腾来折腾去的，你争气记一下。而且铁工厂很明白自己的定位，我家设计不行，我家做工用料也不行，我就把美型做好了，服务于漫画线这些粉丝就够了。那同样的，喜欢漫画线的这些粉丝们，也就吃的就是美型这一套嘛。铁工厂很认清自己的定位，也不会在网上搞什么这样那样的事情，粉丝群体还很团结。到了最后呢，喜欢记忆线的这些玩家们看着啊也挺帅的，也会忍不住去买几个，同时对铁工厂也没有那么的反感。现在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反映，他们不是烦这个品牌，你说比如说 NA 也好，魔方也好，设计完了的这个玩具他看着他也挺喜欢，他也想买，但是呢他会被那些很极端的粉丝劝退，就看着他们吵架的时候自己不想参与其中，就为了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而去不买这个东西，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NA 的这个擎天柱设计的很尴尬的就是它这个车厢做的稍微的窄了一点点，就是 NA 家的小车好像都塞不进去吧，除了大黄蜂那些啊。我当时因为玩擎天柱的时候，我就忘了把这个车厢跟其他的小车来互动试一下了。我当时就觉得它的车型拖挂起来短了一截，我觉得这个长度有一点短了，没想到啊还窄了一点点。那 NA 的幻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来说的变形设计很有趣儿，空间的利用度绝对的高，无论是车型还是人形，都把每一个空当的地方利用了起来啊，这个是这一次我最满意的地方。可以说这是 NA 家在设计的这么多的小车里边的又一个巅峰，曾经的巅峰应该是爵士了，我觉得这款幻影比爵士设计的有新意，起码比爵士更进步了一些。但是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第一个一些危险的地方，刚才我们在人形的时候看了手腕的这里的小细轴，还有背炮这里的小细轴，这两个轴我比较担心，玩的时候小心一些吧。其次就是这个车型的互动玩法方面啊，并不能和擎天柱的车厢进行一个互动。幻影本身的车型就比较宽嘛，赛车的后两个轮子更大了，不过包括前面这块也塞不进去啊，这就是说擎天柱的一个问题，当时没有发现的，它的车厢整体小了一圈，细了一点点，所以呢优缺点就是这么多了。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单体来玩一个幻影，如果不抛开的这些不互动的这些玩法来说，单体的这款素质确实很高，很精彩的一款新设计，棒棒的。